现在的相亲简直就是把男生在往绝路上逼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女孩，跟一个90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呢，双方都有意向继续接触一下。结果他们回去之后一聊天就出问题了。男生呢，他是个码农天天的很少跟女孩接触。大学的时候呢，他谈过一场很短的恋爱。后来工作之后呢，又天天忙于加班业务每天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他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打打游戏，业余生活很枯燥的也没有什么社交，所以因为他累一到休息基本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眼看着这个岁数到这儿了，家里也开始催他，这时候他才出来相亲可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更不懂得女生的心思，聊天呢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去哄女生开心的。所以呢，跟这个95年的女生一开始聊天就纯属硬着头皮找话题聊，每天他也早安晚安的聊确确实实聊得很尴尬。他觉得自己这是礼貌性的在问候，然而呢，他不知道现在的女生把这种聊天叫什么。人家说这是渣男的套路耍嘴皮子的。他们认为行动比嘴上说要来的靠谱得多。所以呢，女孩这边呢就很不以为然了聊了一天之后就有点爱答不理他了。于是男生眼看着这聊不下去了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聊天的高手，就想要不然就约女孩出来吃个饭，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得了。可是呢，约了2次女生都在推脱。一会儿呢说自己周末要加班了一会儿呢又说她约了闺蜜要去看电影。总之非常难约。男孩呢还是想坚持一下那他就来找我了。于是呢，我就问女孩咋想的，不想接触的话你就跟人家说清楚就得了。他说反正也不是那么喜欢吧，但是呢也没有那么讨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接触一下的。于是呢，就在我的撮合下女孩呢就出来跟男生见面了。他们周末呢在一起待了一整天。这一天他们吃饭看电影买奶茶吃零食，还去了一个小网红景点。总之呢，所有的花销男生都承担了。女孩呢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对于这一点男生第一次出来呢花了点钱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回来之后呢女孩呢就开始跟我抱怨了。她说这个男生现在事业平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的，但是还一直在侃侃而谈未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还聊到了买房什么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现在的收入不大可能买得起北京的房子的。虽然呢我也没有那么物质，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实际一点说点现实的没有必要跟我画饼在这儿。另外吧还觉得男生有点抠他说2个人第一次出来见面男生呢选的餐厅居然是一个人均消费才几十块钱的小饭馆。自己呢虽然不用非得去吃那种上千元的大餐，但是就这么着感觉是挺被敷衍的。所以他对男生的喜欢还是出不来。他还觉得男生的情商太低了一直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别人的想法似乎呢就关心的很少。这一次的交流他认为是没有加分的，反而是减分了。后来他们其实又见了几次正好呢元旦的跨年的那一天男生就约她出来吧。女生说还是有一点点小期待的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这个男生仍然穿着前几次一直在穿的那件衣服。他说他真的很下头然后呢男生还给他带了个小礼物是一个小公仔一只小猪，应该呢也是一个1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一次之后这个女生就再也没有赴这个男生的约了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女生其实她们真的是不太会选人的。大家来说一说一个男生不会聊天，是不是只能说明他没有多少恋爱经验？这个难道不是件好事吗？然后他出去花钱不大手大脚的那不是他太抠，其实他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何况就算他想给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那是不是也得等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了，他才敢那么给你花呀？再说了，你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这到底谁更抠对不对？人家给你规划规划未来说一说他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这个就算他现在没有那么好，至少他是想努力的给你畅想一下未来。怎么就成了在给你画饼了呢？反正总之我觉得现在这种舔狗式的相亲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要是男人都是那种特别会聊天又懂女人的心思，还会哄你开心，花钱也很大方，那你们能都单到现在吗？
何况那种什么都会的男人，他也不缺女人的，那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渣男。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这种恋爱观是不是在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嘛？好男人都找不到对象，你们说是不是？这老大男又来许愿了啊！我真的是头疼。38岁的博士女，说自己从来没有相过亲，她认为自己条件很好，在北京有房有车，工作很体面，未来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她说自己曾经谈过一个男友，8年都没有领证，是因为她有点嫌弃男友挣得太少了，俩人都在研究所工作，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飞跃了。而且性格上自己也有点强势，总是吵架，不管对错她都从不低头，直到男友劈腿提出分手，她才有点警觉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已经晚了。所以她现在希望找一位气质儒雅、事业有成的男士，经济条件一定得好，至少要100万以上的收入。反正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跟她说，你找不到这样的，你的想法太理想了，你跟人家90后的女生想法一样，你拿什么跟年轻的姑娘去竞争？但是她很固执她跟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这样的帮我找找吧。我说我找不了，人家年入100万的男士都找90后，连见个面的机会可能都不会给你，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哎呀，你这钱我挣不了，你可以去别处看看，我真的是拜托了我不是观世音菩萨，也不是许愿池的那位我只是一个牵线说媒的人，也不是神仙。我这里呢，也不是你花了钱就能买个优质商品回去的地方。我再一次强调一下，35岁以上的女生，不管你未婚还是离异，你们想找一个年薪100万的男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我就把这话撂在这儿不要跟我说什么，虽然我35岁了，但是我看起来只有25岁这种话。你保养的再好，那手感能一样吗？我也是女人，我真的没有必要非要攻击你们这个群体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整天梦游？你承认自己年龄大了老了，有那么难吗？你找一个跟你收入差不多的男人好好过日子，有那么难吗？你都快奔40的人了，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和勇气，动不动要找100万年薪的男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年薪100万的男人，不管他30岁40岁还是快50岁，他们大概率都只考虑30岁以下的女生，他们只是有钱，人家不是有病你明不明白？能不能清醒点？你们看看现在是不是这样？越来越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标明，男生们真的是在动真格的了。他们现在不愿意追求女生，也不想结婚。有人说，现在国内的男生正在进入一个自杀式的单身和报复性的不婚状态。男生们对女生的态度是这样的：你不是难追吗？那我就不追了，行不行？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也不做舔狗，看看谁活得更潇洒。你不是生育警告吗？那我直接不生了总行吧？我不愿意被人拿捏着，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未来养老院见，行吧？适婚男生他们现在正在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回击当下扭曲的婚恋观，为将来制造出一个男女婚恋平等的年代。话说现在有很多女生她真的是挺作的，谈恋爱要各种考验男生，测试男生，全过程她必须得是一个被付出的一方，各种节假日的礼物转账红包不说自己连一点回馈的意思都不会有的，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接受。他们的思想就是你不是要追求我吗？那就得拿出这些行动来，最后点不点头满不满意，那当然得看我的心情。要说到结婚，那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一个男人要把她娶回家就得答应她各种条件，甚至还有他们家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要真的结婚了，人家说了，那我也是富养长大的小公主好吗？你不能让我做家务，再说我也不会有的女生还不愿意生孩子，嫁过来就是从父母的宠溺中换成一个男人来宠溺，没有任何的成长。这些富养长大的女生最后基本都是这样一个结局。还有女权思想的洗脑，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韩国，他们曾经都发生过极端女权现象，导致他们的男生宁愿大量的单身也不愿意结婚了。男生躺平了之后，他们的女生不要彩礼，不要房子，不要求一切，他们的要求也一降再降，男生仍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男女真的是大量的不结婚，那么日本、韩国不就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吗？多年之后，我国的婚恋现状绝对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太极端了？咱们评论区聊一聊好吗？
我告诉你啊，女追男的时代啊，真的快来了。男生们再也不用做舔狗去追女生，还要买房子买车给彩礼，都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跨国婚肯定要盛行起来了，有很多的俄罗斯、缅甸、泰国、韩国，甚至是日本的女人都会大量的涌入中国婚恋市场的。竞争对手啊太强大了，这呢也会导致大城市里边的大龄剩女啊会更加的难嫁，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条件一般的单身男人也很多机会了啊，可以娶妻生子了，不用考虑房子、车子和彩礼啊，条件啊差不多的都可以结婚。因为外国女生她不太讲那一套东西，外国的女生啊她更讲究你们精神上的和谐，而国内的女生呢更讲究物质上的满足和条件的匹配。那一个呢是真心的想过日子，那一个呢是条件的权衡。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会怎么选呢？答案真的是不言而喻，对吧？那所以现在呢这个男多女少的神话，那到那时候一定会被颠覆的。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适婚的单身男人是要比单身女人多出3000多万呢。这些光棍其实它是指的在偏远的农村，而不是指的在城市。在城市里，其实现状已经是女多男少，优质的男人啊那就更少。而咱们现在有很多女人呢还在盘算着啊，怎么利用谈恋爱和结婚让男人掏自己的钱啊。那俄罗斯女人的肤白貌美大长腿，缅甸泰国女人的服帖持家温柔善良，日本韩国女人的温柔贤惠吃苦耐劳，让这些中国女人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抢？还在盘算着呢，还在精挑细选着呢，还嫌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呢，还在矜持慢热呢，还等着男人去追呢。而中国的男人呢又很会赚钱，也比较有责任感，又很会宠老婆，又舍得给自己的女人花钱，所以这些呢都是国外的女人非常想嫁给中国男人的。如果说国外的女生大批量进来之后啊，3000万光棍的格局一定会彻底被颠覆的。女生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这样的论调也将不复存在了。相亲的时候，女生可能再也不会觉得我是在给男生一个追我的机会这种心态。那约会的时候有可能还会轮到女生主动去买单，到时候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的男女比例还会进一步扩大的。那样的话，女追男的时代真的就来了。男生们，你们期不期待这一天呢？最近有个95年的女生去年跟一个90的男生相亲之后呢，双方都觉得不错愿意跟对方继续接触和交往。这差不多1年快过去了我也没有怎么跟进他们俩，原以为他们挺顺利的都1年了嘛，也该谈婚论嫁了。可是就在上周女孩和男生分别给我打来电话了。先是女生打来的，我以为呢给我报喜来了，结果并不是分手了。于是我就问了一下原因，女生说这个男生打算带她去见他的爸妈，本来是件好事儿，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对男生意见非常大。他说跟这个男生要了多次体检证明，这个男生一直就没当回事儿，一次也没有给过他。他说现在在外边太不卫生了，有一个朋友因为见面吃了一顿饭就感染了螺旋菌，有的病通过口腔也是能传播的。然后呢，这个男生1年当中有大半年都在外面出差，几天才跟他联系一次，也没有给他花过什么钱。有一次买了个礼物还是个假货。而且呢，他觉得这个男士说家里条件多好多好，但是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家的财务状况。他要求男生提供家庭资产证明给他。我就问他，那这都1年了，你们俩的关系到了哪一步呢？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我问的问题你们懂的结果这女孩说，她是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的，连接吻都没有过。他认为很不卫生，并且要求男生每年给他提供一次体检报告。他认为2个人都走到了相亲这一步了，就别搞什么花样什么形式了，就平平淡淡的该结婚就结婚就行了。我听完心都凉了一大截，难怪会分手。有这样谈恋爱的吗？明摆着就是不喜欢不爱，连谈恋爱的套路都懒得走一走。但是呢又怕耽误了自己不得不结婚了。我觉得我要是这个男生，可能我早就放弃了。但是人家男生还真是很尊重他的想法，愿意继续推进关系。虽然男生后来跟我解释了那个假货是被他的朋友坑了，我还是能理解这个男生的。你们觉得呢？现在真的有这么个现象，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在相亲市场上，突然流行起来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在谈恋爱初期的时候，男生啊会偷偷的去查女生的开房记录，或者呢有同居时太长的，一般男生啊就不太接受了。他们觉得女生婚前同居跟二婚相比是差一张结婚证而已，而女生也会要求男生提供体检证明来判断这个男生的人品如何，会不会有什么病，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特别是这种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女生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们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呢？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想来说一说。有个90年的女生，今年33了，对吧？长得呢还不错，她老家呢是农村的，来北京挺久了。她特别不服气啊，来找我说，最近这1年啊，她相亲都不下50个男生了。她看上的呢，人家都看不上她；看上她的呢，她又看不上人家。她说啊，怎么33就这么被嫌弃了啊？我就问她，那你看上的那些都是什么情况啊？她说，那些就是经济条件好一些，综合条件稍微好点的，有房子有车，工作稳定，收入呢在50万以上的。没有看上的那些条件真的太差了，一个月才挣1-2万，能干什么呀？在北京啊，这点收入啥时候能买房啊？我是不是跟他们结了婚，过几年还得跟他们回老家去生活呀？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直接降低了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社交圈子。我呢，真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将就找一个男人过那种低质量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之前的男朋友也都挺优秀的，现在要我降到这么低，我还真是接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咱也是90后啊，还算年轻的吧？啊，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啊，我说，姑娘啊，那你真的是可就太自信了。你是90后，但是啊，你怎么不算一算00后多大了？他们已经23岁了，对吗？那个才叫年轻呢。他们也来相亲找对象了，他们啊可跟你们不一样啊，人家呀早早就开始做打算了，而且他们的要求啊还没有你们90后女生的高。你想一想啊，一个女生要选择婚姻，那你就要得想好了，你在婚姻当中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价值，知道吗？那我们都知道啊，女人过了30岁啊就已经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了。你呢不要又说男人太肤浅这种话，人家也确实要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儿。你不想要低质量的生活，那人家男生就愿意要一个低质量的孩子吗？你说你不想将就，那人家条件好的男生为什么要放弃00后那么年轻的女孩，要来将就你这个年龄大的女生呢？还有啊，之前的男朋友很优秀，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年轻，现在你还能让他们选择你吗？这个事儿啊，真的谁说都不管用。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劝一个优秀的男生接受一个大龄女生的，我也没有办法去劝一个女生一定要去接受一个很穷的男生。那全网的红娘都在说这个事儿啊，男生对于年龄大的女生和女生对于穷的男生，那真的是天生就有敌意的。如果这2类人他们能听劝的话，他们都不会单到现在的，你们说对不对？今天这个事吧啊，也真是够让我毁3观的。有个2婚女36岁了，带了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啊，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2婚男，也带个孩子12岁。你说吧，这2个人不管从年龄、相貌、婚况和经济状况来讲，都挺般配的，谁也不要嫌弃谁，对吧？那2个人相处了3个多月，不行了。今天啊，这女的就来找我啊，说了一堆男的的不是，就你们来啊评评理吧，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女的说，我当时呢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还蛮合适的，就想处一处试试看。但是这个男的呀就很不积极的样子，从来不主动聊天打电话，也不发信息。我呢约他出来逛一逛，他很少说话啊，也来过我们家吃饭，但是他每次啊都空着手来的，连个水果都不会买。女的就觉得我虽然不差这3瓜2枣的，但是啊这么个成年人了，你连个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你都不会吗？这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处处都是我在主动，所以我觉得我把自己弄得一副很不值钱的样子。正是因为我离过婚，单身的女人，她是不是就觉得可以白嫖试一试？是不是就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2婚我就是要图钱。那如果连钱都图不到的话，那我还图他什么？啊，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难道结婚以后会有吗？如果感情不落实到吃饭、穿衣、睡觉、数钱，那他有金山银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如果觉得这份感情根本就不需要花钱，或者说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那我就放弃算了，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真正满眼是你的人，那一定会时时刻刻想着为你花点钱，会琢磨着你喜欢什么东西，会处处为你着想的，让你开心一点。虽然说谈钱很现实，但是这也很真实啊。
一个连钱都不舍得为你花的人，怎么会舍得爱你呢？可能钱啊才是他的命，那他就跟他的钱过去吧。我听他说完这一大堆牢骚之后啊，我当着他的面啊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啊，沟通了一下情况。男士说他经历了2段婚姻，真的被骗怕了，现在真的是不敢付出了。这女的一听啊，马上接过来就骂上了，她冲着电话里就说：我呸，抠门就是抠门，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如果连买个水果都是要花钱的话，那别人要是请你吃顿饭，你是不是觉得人都是骗子呀？你就是骨子里就是自私，与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你什么玩意儿啊？难怪会离2次婚。男士一听就没说话啊，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说一说啊，这2个人到底谁对谁错？你们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是遍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男女啊，那想法就很对立。你比如说啊，男生啊，他不愿意追求女生了，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请客吃饭送礼红包转账讨好。假定追求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的时间和3万块钱，那如果大概率追不到的话，1年追5个女生，那就是15万，没准最后啊还什么戏都没有。所以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这就是为啥男生说能行咱就处，不行咱就拉倒。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很有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们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那你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想的是啊，你追求我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会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才不嫁呢。舍不得花钱的男人，说明他不爱你。还有吧，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女生呢总是想咱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天都没有聊好，那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是，见面都不见，聊什么天呀？有那么多好聊的吗？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没有付出，哎，就想那事儿，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儿，那我也还得考验考验你的诚意，到位不到位。那男生想的是，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就不行呢？哎，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说不合适。所以啊，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求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它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你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用慢热、考验这些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付出，这真的不叫爱，这是在骗呀！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有些事儿啊不讲理，我真的啊看不下去。最近有个88年的女生，你们想想，35岁了还面临男朋友分手的危机啊，急得没办法啊，来找我说这个事儿啊，声泪俱下呀。刚开始我真的以为他是可怜的一方，可是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啊，我就明白了啊，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因为后来我也找男士了解了一下情况啊，你们就来听一听到底是谁没道理。事情是这样的，上周啊，他俩去见男方父母，这个女生呢，正好嘛，老家那边啊，姥姥住院，别人送了很多补品，他们家呢就顺便的寄过来了，算是给男方家长的见面礼。男士其实没说啥，但是男士的父母啊，看到这个礼物袋子里啊有一张医院的结算小票，心情很不爽。但是2个老人非常给面儿，没声张啊，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这不见完他们男方家长了吗？现在打算去见见女方家长。结果女生说，给我们家买东西得问问父母要什么再买。于是呢，这个女生的妈妈就可没客气啊，说要一套高档化妆品，价值不能低于3000刀。父亲呢喜欢名家字画，那你们想想，名家字画是什么概念啊？都是一些上万的东西了。这一通操作啊，男方这边真的下头了。自己家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就没有见过这样理直气壮要东西的。当时给自己家里见面礼就没问问父母要什么，敷衍一下就过了。到他这儿啊，就得问问他的父母要什么，按照要求送礼物，这是不是太不公平？女生家里说彩礼大概是20万左右，于是这个男士就问这个女生啊，说那你们家准备了多少嫁妆呢？女生一下子被问懵住了啊，说还需要嫁妆吗？我们家没有做这个事儿啊。你们来看看啊，前面啊
我都不说了啊，我们就说彩礼这一项。现在的女生嫁人啊，张嘴就要彩礼，我先拜托你们想一想啊，有没有准备好嫁妆？你们到底懂不懂老规矩啊？嫁妆和彩礼那是差不多的啊，那应该是对等的东西，明白吗？不是几床被子2个脸盆你就能换几10万彩礼的，它是2个大家庭对于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扶持。不要说彩礼就是看男生的态度啊，没错，那嫁妆是不是也看你的态度啊？彩礼和嫁妆呢，它不是一个家庭去扶贫另一个家庭的，咱能不能啊，别再打着风俗的幌子，让男方一味的付出。那些想通过婚姻空手套白狼的啊，想通过彩礼疯狂敛财的女孩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婚姻啊？那是2个人互相扶持，共同付出。但是我看你们天天这个算盘打的啊，真是震天下，谁都不傻的，是不是这样？最近有个事啊，我跟大家念叨念叨，在相亲的时候啊，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你就先别喷了啊，听我说完。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这不啊，前几天刚领证领完的一对啊，给我来报喜，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也嫁得很好。就半年前啊，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僧多肉少，优秀的男生少啊，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话说啊，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啊，在银行工作，硕士学历，北京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0的个，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香饽饽了。所以2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啊能有发展。男生呢对这2个女孩长相啊他都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啊有点分不出伯仲，所以呢他觉得跟这2个女孩啊要不就先都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性格再定。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啊，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他说那个女生啊明显就是慢热型，发个信息啊很久才会回复，约他出来约了2、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平时聊天话很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啊，也给他送过小礼物啊，那女孩啊也欣然接受，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个男生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啊，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会给男生做烘焙，做小饼干，做糕点，带着约会的时候2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看到了就会回。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男生请她吃饭，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男人请她看个电影，她也会买好奶茶。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男生送她回家，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啊！结果你们都知道吗？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说没有，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如果是你，评论区说说啊，你会选哪位？现在啊，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和那些3观很正的女人，她们的区别啊，真的大了去了。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她说啊，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花的越多，说明他越爱你。不舍得给你花钱又抠门的，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女人给男人生孩子，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所以他对我们好，那是应该的，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那是他欠我的。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他们还说啊，那些只图感情不图钱的女人呢，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最后呢都会输得很惨很惨。倒贴的女人那不用提了，那真的是蠢到家了。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有钱，我又有貌，我还有子宫，为什么我非得结婚？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给我添堵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3观很正的女人，她们怎么说的啊？她们说啊，我又不是什么商品，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真正爱我的男人是会给我一个家，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我不认为生孩子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孩子那是我们2个人共同的。
我们都很爱他，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也是我们爱的见证。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是傻瓜，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婚姻它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财富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才会幸福。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大部分的男人啊都愿意养她，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那些物质女啊就马上想远离他了。而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她会说没事老公，我养你。当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有很多傻女人又会回来找男人，还能要他吗？傻女人呐，天天都在喷男人啊，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啊，一边呢又要公平，一边又要求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当人生的伴侣的，当一生的盟友的，是共同进步的良师益友。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更值得被爱，更值得被选择呢？她们到底谁傻，谁更聪明呢？评论区咱们聊一聊好吗？最近呢，有一个85年的女粉丝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她说到了她这个年龄啊，还能不能遇到真爱？我说啊，如果你还想等遇到真爱之后再结婚，那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了。为什么呢？首先从男人的角度来讲哈，一个40来岁的女人，你从各个方面来讲啊，都在退化了。比如说你的皮肤松弛了，你的身体呢也亚健康状态，你的生育价值已经在严重贬值了。这个时候啊，一个各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虽然他可能会很吸引你，但是你是吸引不了他的。而一个各方面短板都比较多的男人呢，可能适合结婚，但是你可能呢对他又不感兴趣。这个时候你想遇到的爱情，他就不会到来了啊！不管你自身有多么的优秀，都不管用，除非你找一个年纪大自己很多、离过婚，甚至还有孩子的一个优质男人，可能呢这样有点希望。他说那得大多少啊才能接受我呢？我说你至少得往大自己10几岁以上去找了。他马上就摇头啊，这也太可悲了吧！如果他大我那么多，我肯定还是爱不起来的呀，太老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哈，40岁左右的女人还想找感觉要爱情，恐怕要做很大的突破才行了。但是这是反人性的呀，所以呢你可能找不到爱情的。其次呢，就是从生理的角度而言，你都40来岁了，从科学研究的数据表明哈，爱情这个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激情引起的，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它是体内荷尔蒙啊被激发引起的。你都40多岁了，你觉得你还有多少荷尔蒙能分泌呢？你还能爱上谁呢？你就算爱上了，又能爱多久呢？你的过往经历当中已经消耗掉了多少激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大龄剩女啊都没有爱情啊，都极其理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这些评价不能说没有一点点道理，因为你们确实已经这样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大龄剩女啊，她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弟弟的原因啊。但是弟弟又有几个能真正的把姐姐娶回家呢？非常的少。最后呢，就是从社会层面来讲了现在在一线大城市里啊，剩女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非常的多。据说北京、上海已经突破100多万了。而社会认知里对这样的一群女性有各种说辞，比如说大龄剩女太优秀了没有男人配得上她们，或者说呢大龄剩女都性格有问题，要不然呢早就结婚了，或者说她们物质自私滥情挑剔作等等总之就是一些比较尖锐的评价，给她们印上了标签，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还有哪个男人敢大胆的去追求一个大龄剩女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极端女权主义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这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女性在婚姻当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他们说女性一定不能沦为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还有呢，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所以女性照顾家庭、带孩子、做饭，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如果按照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创造的价值来讲，男性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所以说聪明的男人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而且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你以后有一个老婆你就烧高香吧别拎不清了。另外孩子生出来那也是跟男人姓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吗？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绝对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认为
不结婚不生孩子，有能力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那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虽然说我也是个女性，但是我必须说，极端女权主义那就是一场阴谋，它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那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给男人当佣人，那么你出去工作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他让你认为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照顾家庭，那是在被奴役，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个不是扯淡吗？生个孩子跟男人姓就对你不公平，那你可以加上你的姓啊。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的，以后要管你叫妈，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说婚姻当中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到底体现在哪里啊？你是给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吗？还是给男人带来了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或者说你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说你认为你赚的比男人多，你就觉得凭什么老娘要伺候你呀？那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那是不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人比女人挣得多，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应该乖乖的伺候男人呢？所以极端女权主义它是自相矛盾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在婚姻当中男女不应该对立，女性呢是否有自我并不取决于她是一个全职太太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其实全职太太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家人他也就能明白，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去她该去的地方，你们说对吗？最近呢，有一个85年的女粉丝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到了她这个年龄还能不能遇到真爱？我说如果你还想等遇到真爱之后再结婚，那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了。为什么呢？首先从男人的角度来讲一个40来岁的女人，你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在退化了。比如说你的皮肤松弛了，你的身体呢也亚健康状态，你的生育价值已经在严重贬值了。这个时候一个各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虽然他可能会很吸引你，但是你是吸引不了他的。而一个各方面短板都比较多的男人呢，可能适合结婚，但是你可能呢对他又不感兴趣。这个时候你想遇到的爱情，他就不会到来了不管你自身有多么的优秀都不管用，除非你找一个年纪大自己很多，离过婚，甚至还有孩子的一个优质男人，可能呢这样有点希望。他说那得大多少才能接受我呢？我说你至少得往大自己10几岁以上去找了。他马上就摇头这也太可悲了吧，如果他大我那么多，我肯定还是爱不起来的呀，太老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40岁左右的女人还想找感觉要爱情，恐怕要做很大的突破才行了。但是这是反人性的呀，所以呢你可能找不到爱情的。其次呢，就是从生理的角度而言，你都40来岁了，从科学研究的数据表明爱情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因为激情引起的，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它是体内荷尔蒙被激发引起的。你都40多岁了，你觉得你还有多少荷尔蒙能分泌呢？你还能爱上谁呢？你就算爱上了，又能爱多久呢？你的过往经历当中已经消耗掉了多少激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大龄剩女都没有爱情都极其理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这些评价不能说没有一点点道理，因为你们确实已经这样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大龄剩女她会情不自禁的爱上弟弟的原因但是弟弟又有几个能真正的把姐姐娶回家呢？非常的少。最后呢，就是从社会层面来讲了现在在一线大城市里剩女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非常的多。据说北京上海已经突破100多万了。而社会认知里对这样的一群女性有各种说辞，比如说大龄剩女太优秀了没有男人配得上她们，或者说呢大龄剩女都性格有问题，要不然呢早就结婚了，或者说她们物质自私滥情挑剔作等等总之就是一些比较尖锐的评价，给她们印上了标签，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还有哪个男人敢大胆的去追求一个大龄剩女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